哇，各位粉丝朋友们呢，明年是2025啦，我们即将迎接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新的投资、新的计划。今天呢，我为大家介绍 M Trading 是一家在外汇行业中提供最多奖励还有回馈的一家经纪商。M Trading 呢，它拥有13年的丰富经验，并赢得全球超过100万用户的信赖。来在这个新年里呢 ，M Trading 为交易者准备了很多的奖项，全新的摩托车、金条、苹果电子产品以及更多惊喜等着你来领取哦。所以参与的方式很简单，你只需要开设一个交易的账号，完成入金并交易0.5 lots， 你就可以获得一张抽奖券。交易的越多，获得的抽奖券就越多哦。但是还没有完哦，作为一家最高奖励还有回馈的经纪商 ，M Trading 在这项新年的活动呢，可以提供更多的优惠给你们，例如呢，高达200%的入金奖励，然后让你可以更多的交易金额，或者通过 M Gift 忠诚计划用交易获取现金的奖励。此外呢 ，M Trading 还提供极佳的交易条件，包括1:1000的杠杆比例，以及5分钟内到账的提现服务。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所以呢，赶快点击我下面 description 还有我的留言顶置上面的，我会放一个链接在下面，点进去之后呢，了解更多详情，加入 M Trading， 与 M Trading 一起获得更多的奖励和丰富的回报吧。我这个频道哦，其实德系车里面拍的最多就是 Volkswagen 啊，今天又要来跟你们拍一下 Volkswagen Polo GTI。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系列啦。这后面这辆的 Volkswagen Polo， 它不是普通的 Polo 哈，它是一辆 GTI 版本。今天呢，就有一位车主 Henry， 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 Henry， 来自新山。我的圈子最近都是很多来自新山的嘞，新山人都比较厉害玩车。这辆的 Polo GTI 呢，它是1.4的 Twin Charge 哦，也就是说它有 Super Charge 跟 Turbo Charge。你买新车还是什么？之前是买二手车了，拥有了差不多2年。你老实跟我们的观众讲，有没有这里痛？是蛮痛，但是又很真的好像荷包又痛，可是换起来的那个驾驶感是特别的爽。这辆车呢，大概1269公斤，它其实比 Golf GTI 啊来的更加的轻很多。我相信它的操控一定很爽，尤其是它拥有大概200匹已经很够了。所以我们今天去走走，去看一下 Henry 的车，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是要领到一把的试驾啦。当年11年推出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它其实是有4门跟2门的版本，2门呢132,888，4门呢就135,888，而且反而4门还贵过2门。2门的话在马来西亚比较少哦。首先你先看一下这辆车的前脸哦，这个部分呢就有点像 mini 的 GTI 这样，然后有红色的线写的 GTI， 这是它的钥匙哦，可是它就没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啊。你看它的 daylight 点点点的，当年的这个 Volkswagen 的一个标志哈，这个会比较有一点时代感了啦哈，然后就加了一个 front lip， 然后 side skirt 啊 spoiler， 还有一个 diffuser， 简简单单的一个外观。这个避震器有改过吗？也是原装，只是讲有换了一个 H&R 的那个 Sports Free， 那个1根手指的高度了嘞。Rim 呢已经升级了 ZE40， 而且它是5个洞乘100，轮胎尺寸为215/40R17寸 Dunlop 的 Direza DZ102。后面呢就有刹车卡钳啊，可是 Henry 已经把后面的刹车通风碟把它加大了 oversize。前面的刹车卡钳也是换过了，来自于 Audi TT 啊第1代的，然后它就比较大一点的Singapore啦。刹车通风碟也是升级了，前面的轮胎指数也是215/40R17，高度塞得进1根手指。打开引擎盖，这边按很方便诶，这边就是一个 button， 然后橙色的那个。如果没有错的话，这颗引擎的代号是 EA111啦，是来自于 MK6 的 Golf 的 1.4 TSI， 是同一颗引擎来的。可是它这粒引擎的这个输出呢，原装来的比较大，这辆车可以输出180 PS， 还有250个牛顿米的扭力，配搭这一个7速的 DSG 双离合变速箱，可是是干式的啦 ，Dry Clutch， 它的这个动力更加的直接，换挡更加的快。经过车主改装的一系列，你可以看到这边有 APR 的 intake， intercooler 保持原装。
装，水柜也是保持原装 ，Charge Pipe 啊。 exhaust 有 full system。现在的马力了 ，On Engine 是250匹马力 ，On Dyno 的话是200匹马力，大概是350个牛顿米的扭力左右啦。里面的座椅呢就很像 Golf 啊，以前的 Golf 呢就很喜欢用这样子的设计，野餐的布吧，很像的哈，所以很有特色，有没有？这张座椅呢就类似像 Semi Bucket Seat， 有腰背支撑，还有腿部支撑。中央扶手呢就以前很 Golf 啊也是用这样子的，可以放一些东西，调整它的角度，还有一个传统手刹，还有它的这个排挡杆。 DSG 铝合金的踏板，调整前后座椅的拉杆在这里，这里是椅背，这是它的高低拨杆，开灯关灯。OK， 我们来打着一下引擎，听一下声浪哈。Yeah， 不会很大声哦，这样 start。Q 哦，有 Valvetronic 吗？有发动力。 OK，very good， 这个是一个脚。 其实它是叫你踩了刹车，它才没有的，所以有这个 logo 在这边，就是代表我换不了档。所以这个是一个7速的啊，双离合的干式的变速箱 DSG， 然后当然还有换挡拨片，这里有一些资讯荧幕，你可以看你的油温啊、这个油耗啊等等的哈，所以我们看油温会比较好。中间呢就换上了一个主机，这个主机就有 Apple CarPlay 还有 Android Auto 的啦。现在它的 Aircon 是manual的哦，直接干脆转就可以了。这里有循迹系统关闭 Front Defrost， 还有一个双向灯，打开车头灯好吧，它有自动雨刷啦，可以调整它的敏感度。行的，还有闪人家高灯。 这个方向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天窗 GDI 才有的啊，所以这边就是它的天窗的按钮，然后就不要按这样多了啊，不玩了啊。可是这个天窗是其实蛮大的，至少给到中间这边来。OK， 这个是手动的。 很美哦，这辆车的 dashboard very good， 我很佩服这辆车，全部button 还很美的，你看没有掉漆的。后座空间其实是蛮小的啦，如果我身高173，我坐进来这边哦，大概是没有腿部空间了的。然后头顶大概也是一个拳头，中间会鼓起来一点点，这里有一个置杯架，中央扶手也没有。哦，连后面这个开灯的这个按钮都非常有特色，很机械。这里还有可以挂衣服的钩，还有个手把。 现在是打 Drone 95吗？目前是用这97。那里有这个拉杆可以拉一拉，车尾箱就一般般啦哈。其实它竞争对手就是 Ford 的 Fiesta ST 啊，还有就是 Clio RS 啊。目前在我这个频道是没有触碰过 Clio RS 啦。然后如果以三者里面的 Ford Fiesta ST 比较出名的是 manual 啦，那其余 Clio RS 还有这一个 Polo GTI 呢，都是出名在它的 DCT。我们去试驾环节吧。回到来原始啊的感觉。 啊，这个方向盘呢就一半 electric 一半 hydraulic， 它叫什么 electro hydraulic 的 power steering 啦，所以加起来的话呢，感觉就更加的怎么说呢，原始啊。如果你加多了很多现在现代的很多电子的方向盘哦，你会觉得还是这种原始的感觉会给你特别的直接，你跟你车的交流呢就更加的好了，所以我很喜欢这种的。虽然是重了一点，可能女人驾的时候 parking 的时候。 这么你的方向盘这么重了啊，他会这样子讲，可能 complain 一两句了。可是每天那个 video 我都佩服他。哦，我刚刚用了 manual mode 了 ，dry clutch 哦。我现在已经在享受着它的声音，所以我刚刚一直没有在讲话，它都是那一种 turbo spooling 的声音啊。我其实我蛮讲真的啦，这一代的变速箱哦，虽然还是 dry clutch， 不管是 dry clutch 也好 ，wet clutch 也好 ，MK6 的 GTI 啊 ，MK7 的 GTI 都好。 它的这个变速箱的反应其实比现在新款来的更加的干脆哦。现在新款的 DQ 380跟381都感觉不像以前这个的时候更加的快啊，每一档接着一档的感觉。原装来已经会有发烧这样子，不用特意去做。你看它的那个换挡，几疗愈，多爽。其实哦，很多人给我的 feedback 哦，就是 MK6 跟 MK5是很好加的，不然我是讲的 Golf 啦哈，所以可见很多人是喜欢旧款的车那种味道。可能现在很多新的车的方面车脚那些很多大用的那个 aluminium 啊是轻了啦，可是如果你以铁来讲，他们讲更加的 solid 哦。
所以以前的车脚都是用铁的嘛，所以车会比较重这样子啦。新的反而透轻了。这辆车是没有像现在新款的那个会有什么驾驶模式啊、Comfort 啊、什么 Eco 啊、哦呦 Sport 啊那些哦。可是它这个档位这边就有多一个 S， 这个 S 就是让它档位一直在 keep 着高转这样子哦。哇，反正那个 Turbo 更加的愿意去这样子，一直在 Ready On 的声音。哎，那个性格变了哎。哦，这辆车呢，就是因为它的车不大辆啦，不像 Golf 这样啦，它前面是用这一个麦花臣，后面是用这个扭力梁的设置啦。扭力梁在小车里面其实是 OK 的啊，就好像 Ford Fiesta ST 啊，跟这一个 Clio RS 啊 ，OK， 还有 Swiss Sport 啊那些小辆车呢，其实是蛮灵活的。OK， 它不需要用到multi-link，已经是更加的好，所以它过弯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带一点trail braking 啊 ，OK， 让那个屁股甩一点点出去，然后对准那个头再踩一点油进去啦。方向盘的感觉也是非常的 good job。老实讲，最近 review 的车啊，很多新车都是很多家用型 SUV 啦，还有那些sedan啊，他们不是做来给 performance 的，所以很多方向盘的感觉哦，一摆动的时候是偏舒适的那一种，它不会给到你很 direct 那种感觉，很直接的。尤其是驾电车的时候啊，电车很多电车啦，都是好像在打游戏那种感觉。不可否认，还是会有很多人像我这种，好像可能像 Henry 这样的，还会喜欢欣赏驾旧车的感觉。很多人还是会讲哦，趁现在油车还有的时候，我们先享受一下驾油车的生活。电车不是不可以，可以啦。你日常生活上班下班买菜 OK， 可是如果当你想要去多给，你想要出来 enjoy 驾车，那这个车是最适合不过了的哈。如果以现在来讲，这个价钱呢，可能30-40千左右的预算，你会推荐现在新手去买这辆车吗？因为他们可能看到这个价钱很便宜，可是你会不会建议他们要预留一些大概多少钱呢？买回来要修的，可能一万块左右吧。1万块哈。就是要做一个准备先。就是像你这样咯 ，force piston 下去咯，对吧？Force piston 啊，可能你的什么 water pump 之类的东西。这辆车的话，之前也是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个 radiator 啊，会漏水啊，因为可能用久了，那个风扇会跟那个什么 radiator 摩擦，会导致它漏水。这辆车他们的做法就是塞车就要用manual，你不要一直给它在123档这样跳来跳去了，所以当它是manual这样子加就可以了。OK， 可能2000转才来换啊，这样子你不要给它一直跳来跳去。哎，嘿 ，Polo， 可是我们是 GTI。其实我驾过它的 NA 1.6啊，我觉得很不错，然后把握给它不错一下。1.2 Turbo 我真的是没有驾过。Twin Charge 的好处就是在低转的时候它有 Super Charge 帮它带动，然后高转的时候有 Turbo 在带动。所以其实很好驾的，这个 idea 是很好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后面就不要了，可能 Turbo 的技术越来越成熟了，所以他们不再做这个技术出来了。以前的车 Turbo lag 是真的很严重的，Turbo lag 哦，可能要3000转过后才来力的。那你看我之前的影片，我驾过一个杰森那辆Porsche 的那个997啊 Turbo， 你看哦，3000转以下是好像只是靠 NA 了，可是 Turbo Boost 一来是真的很暴力的啦，所以就。他一直跟我讲很威的那个感觉，就是因为他加惯新车了，我的 Turbo。OK，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领带版，这是 AC 关掉，关掉 traction， 也是有 boost launch 是，可能你要放掉一下。好多哦。damn！ 哇，那个声音真的是爽。踩一下试试看 ，AC 关掉。哇，它的越高转越有力的感觉来哦。我终于听到了，要在4500转这样子换挡。再来。哇，不懂在镜头上的你们有没有听到这种发烧给你带来的愉悦感？爽一个字。降档其实我某个情况啊，有些车我不喜欢用
Sport Mode 给它这样子去，是因为它不愿意降档，也不愿意去把转速拉高。可是这种车就不一样了啦哈，还知道你在刹车，它就降一个档；它知道你在过弯，它就降档，这样子愿意把转速拉高。这个才是真正的 Sport 吧。哎呀，它就降档给我，哎，降了档我就准备要踩油了哦。这个就是人车合一的那种感觉啊。哇，爽爽爽 ！OK， 放 HD， 可以啦，approve 了啊。我给你的话，你买这辆车，你要卖掉的话都比较不舍得哦。是啊，这样美这辆车。有人来怂恿我了，目前不会了，变成我的一个 collection。可以啦，你把它变2门哦，你把后面的门封死掉，那都还能拆掉，就变2个门就好了，我们就来到云顶三角这边啊，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个影片要干啥呢？我们就是要把这辆 Volkswagen Polo GTI 给开上云顶了。哇，这个洞还是没有，哇 Mark 8哎喂，完了。好嘞，我就不下车了。No money for track days。Volkswagen Polo GTI 开到了云顶三角，我们下一集影片呢就会冲上云霄了。如果你们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 ，Goodbye。